小小，我看到一扇光门，是不是只要穿过去，我就能见到你？小小，我操！我操！马克，开枪！等等。小小上神，营北辰，大渊皇帝。是温的，你不是画里的人，你是活生生的，真的碰到你了。干嘛呢？古代人一上来就动手动脚啊！你怎么穿过来的？朕刚才太妙，神鼎突然红光大作，朕怕你出事，没多想，拔剑就冲进来了。看来是上苍见朕心诚，给了这道跨界之门。Boss， 你没事吧？马克，别进来，我没事。哎呀，我的金主爸爸，你这一身出去，明天我就得上社会新闻头条。走，先换衣服。陛下，欢迎来到21世纪。还有，你赶紧把这套能进博物馆的龙袍脱了。朕的龙袍是大渊国宝，岂能随意卸下？大哥，轻点儿，我的押金。北蛮王庭的纯金，够赔你的押金了吗？陛下您随便砸，不够这还有墙。您想练拳，我立刻给您画靶子。您先脱，我去给您找换衣服。给，入乡随俗，先穿这个。那什么，你赶紧换上，换完去洗澡。这布料倒是软，可这剪裁为何没有甲片，也没有束带？停，那是裤子，穿腿上的。原来如此，倒也便捷。这是什么机关术？这些细小金属齿竟能靠这个滑块合上又分开。小小，若非亲眼所见，朕真不敢信世间有这种精密之物。大哥，那叫拉链，2块钱一条，义乌小商品市场一天能产1000万条。2块钱1000万条，不可能！这等结构非顶级工匠不可造。若把这拉链放大100倍，用在大渊重装步兵铠甲上，只需一拉，铠甲便能快速穿好。战场上少一息穿甲时间，就可能多活一人。不愧是你，3句话离不开打仗。拉链原理我回头给你找结构图。现在立刻马上去洗澡。你身上的味道，快把火灾报警器熏响了。听好，银色把手往左是热水，往右是冷水，往上提就出水。洗发水、沐浴露在那边，按一下就出沫子，洗不干净不准出来。既来之则安之。小小的世界，果然处处都是仙家法宝。有刺客！安气！没有火，没有炉灶，热水竟然源源不断。小小这府邸地下，莫非镇着活火山？此物洁白，中间还有清水，莫非是小小平日洗脸的浴盆？北辰，洗完没？那个白色的是马桶，用来上厕所的，就是你们说的公房。上完按上面银色按钮冲水。公房。什么？怎么了？漏电了还是漏水了？小小，你这府邸里养了一头吞水神兽，朕亲眼看见。按下机关后，那白瓷盆一声怒吼，直接生出深水漩涡，把无物和半缸水全吞了。下面绝对连着冥府黄泉或者上古海眼，你若掉进去，十死无生。
原理和大气压强，下面连着城市下水道，不是什么冥府海眼。原来又是物理法则。那这魂吸原理能否用于大渊抗洪排涝？若在黄河决堤处造一个极大的马桶……停！打住你那疯狂的基建脑洞！大半夜折腾这么久，你不饿吗？既然来了我的地盘，今晚让你尝尝现代文明真正的结晶——烧烤、小龙虾、火锅。算了，大半夜就来点有灵魂的炸鸡和冰啤酒。你对着这块发光的砖头点来点去，是在向天界传人谕，让他们降下神粮？这叫外卖 APP。附近3公里的厨师做好饭，会有黄色铁骑骑电驴送来。我们坐这儿等20分钟就行。不必生火，不必御膳房，连门都不用出，点2下，天下美食便有人送来。此等生活，比朕在深宫之中还奢华100倍。来者何人？小小退后，带朕去会会这所谓的黄色铁骑。大哥，放下的武器，那是给我送饭的恩人，不是北蛮刺客。你这一蹦子下去，咱俩今晚就得去局子里吃免费牢饭了。尾号8869的顾客是吧？您的炸鸡啤酒，祝您用餐愉快。那啥，麻烦给个5星好评啊！看见没？人家是靠双手劳动吃饭的良民。小小，你这府邸的安保简直形同虚设。那黄衣人虽无武功底子，可若在食物里下毒，你此刻已经命丧黄泉。在朕的大渊，这种来历不明之人，连皇城根都靠近不得。行了，我的皇帝陛下，这里是法治社会，到处都是天网监控。他要是敢下毒，今晚就得进去踩缝纫机。这是……喏，尝尝，刚出锅的，肯定比当初放凉了扔给你的那桶好吃10000倍。原来，这就是当年救了朕，也救了整个大渊的仙石。别整得这么煽情，赶紧趁热吃。来，配上这个，快乐青天。好吃吧？来，喝口这个溜溜凤。这水里竟藏着这么多小气泡，还冰得刺骨。莫非是用消食制冰法镇过的琼浆？那是2氧化碳，别管那么多，喝就完了。痛快！此酒酒力绵软，不及大渊烧招子烈，却有一股直冲头顶的奇特气韵，回味无穷。小小，此酒何名？明日朕便命人采购千坛，运回大渊犒赏3军。大哥，这是工业拉裸啤酒，也就是大绿棒子的易拉罐版，超市里3块钱一听，你还采购千坛犒赏3军？你信不信大渊士兵喝了这玩意儿，半夜全得起来找厕所？3块钱，方才拉练2块钱，这等奇酒竟然只需3块钱。小小，在你们这方世界，金银之物莫非如路边沙石一般廉价？恰恰相反，黄金在我们这儿依然是硬通货。便宜是因为现代社会有极度发达的工业生产力，机器一响，一天能生产几10万罐，成本被压得很低，所以才卖得便宜。这个叫流水线作业，懂不懂？流水线，极度发达的工业生产力。小小，朕今夜所见，胜过大渊藏书阁里的1000万卷史书。明日，带朕去看看你这方世界的真面目，可好？好。明天带你去见识见识真正的赛博朋克。小小，小小，快醒醒，出大事了！又怎么了？马桶又吼了，还是拉链坏了？不，你看外面。
那是何等奇观！那些高塔竟是用琉璃铸成的，还高到直指天穹。这等工程，究竟耗费多少国财，又抑制了多少劳工才建成？那叫摩天大楼，不是水晶，是钢化玻璃和钢筋混凝土，也没浴室100万劳工，全靠起重机和建筑机械，一般几年就能盖好一栋。几年？如此高塔只需几年？走吧，光看没用，我带你近距离体验一下。我们不骑马吗？骑马？你想被交警当场按住吗？我们坐网约车，就是你们那年代的马车，不过不需要马。上车。这便是你说过的不吃草的钢铁巨兽，它腹中为何没有拖拉机那般怒吼？这是电车，用电车，用比较安静，别墨迹了，司机师傅还等着接下一单呢。若大渊能有这种无声又迅捷的钢铁车，就算只运粮草辎重，也足以改变战局。北蛮铁骑在他面前，速度便不再是优势，这才是真正的国之重器。到了，下车吧。这究竟是何等昌盛的国度？怎么，被现代文明的钢铁巨流吓傻了？走吧，皇帝陛下，先进商场，我得给你买几套像样的衣服。你总不能一直穿我的旧卫衣吧？小小，朕没有被吓傻，朕只是在想，你出生在这样繁华的世界，却愿意一次次用那些资源去救朕那个破败的大渊。这份恩情，朕这辈子怕是还不清了。谁要你还了？少废话，走，今天本副博单体验买的快乐。这又是什么机关？楼梯竟能自己动，还能把人送到高处。这叫自动扶梯，靠电力驱动，别大惊小怪。站稳，手扶黑色体带，别想着拔你的假想剑，这里没有刺客，只有保洁阿姨。到了，这家店的西装最出名。您好，请问需要看点什么？我们当季的新款定制西装刚到店。小小当心，此地竟有逼真的无面人偶，莫非在施展邪术？斜你个头，那是塑料模特展示衣服用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表哥刚从深山老林里闭关出来，不太懂外面的世界。麻烦拿你们店里最贵、版型最硬挺的黑色西装，按他的尺码来一套。好的，女士，这边请。小小，这衣服把四肢束得太紧，若遇刺客，连拔剑都会受限。还有这领口的布条，莫非是用来上吊的？太帅了。什么上吊的？这叫领带，是现代男士正装的灵魂。而且现在社会治安很好，不用你天天想着拔剑。喂，刘总，我们不是说好今天下午签合同吗？什么？核心机床价格要上调30%？刘总，咱们白纸黑字发过意向书的。你在君悦大酒店会所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岂有此理！看我一个女孩子没背景，就想临时坐地起价30%，他怎么不去抢？有人胆敢对你毁约？大渊工业化刚起步，手扶拖拉机只是一锤子买卖，我要买数控出槽和加工设备，才能让你们自己生产。
这个刘总是本市最大的二手重型机床供应商，今天合同签不下来，大渊兵工厂就得停表。走，你这身衣服太有杀伤力了，今天就以我合伙人的身份陪我去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就坐那儿，用你上朝看贪官的眼神看着他，给我镇场子。镇场子，朕明白了。对付言而无信的商贾，朕有的是手段。哎呦，小林总，实在对不住，不是老哥哥心黑，实在是这批德国进口退役机床太抢手了，现在供应链紧张，海运费又涨了，这30%的溢价我也很难做啊。小林总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我们时空贸易集团的大股东，北总。北总很看重这批机床，刘总，意向书定好的2000万总价，你现在要加600万，不合规矩吧？林总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们新公司不知道这行深浅，这批现货除了我，全国你也找不出第二家能这么快交割。600万买时间差，你们不亏。签了吧，不签，门外有的是人排队要。年轻人别太轴，惹恼了行业里的前辈，你们以后在圈子里寸步难行。你方才说，若是不签，要让小小寸步难行。北总，商场如战场，我这也只是善意提醒。商场如战场，你可知什么是真正的战场？真正的战场是尸山血海，是浮尸百万。我经历的战场上，若有人敢在军需上克扣1分，敢阵前毁约乱军心，在我的规矩里，此等奸商当吃草，株连9族。你方才说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那我问你，你现在是想当死人还是活人？活人，我想当活人。北总息怒，我瞎了狗眼，我按原价签，不，我给2位打9折，就当赔罪了。9折，小小这一趟路费不该你赔吗？8折。8折，就8折，我马上叫法务重新打合同。小小，为何用这种眼神看我？我方才的表现可镇住了那组。你徒手捏烟头，不烫吗？你是不是傻啊？装棚做事有很多办法，干嘛非要这样？一点小伤罢了，不及北蛮人砍的一刀。只要能为你出这口气，别说捏碎一个烟头，就算拆了这座琉璃刀塔，我也不会皱眉。油嘴滑舌，你这些土味情话都是从哪儿学的？土味情话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朕所言，字句发自肺腑。太爽了，足足省了400万啊！北辰，你简直就是我的招财猫。小小，怎么了？朕已经见识过你这方繁华世界，明日光门若再开启，你可愿随朕去看看朕那刚刚苏醒、被你亲手点燃工业之火的大渊江山？去，当然去。本代购员倒要亲自去验验货，看看你们把我的手扶他车改装成什么样子了。你先回去，我再去采购点东西。我在大院等你。陛下，神鼎光芒又变了，这次是蓝色的。快，护驾，列阵！
那个，好久不见啊，各位！恭迎小小上神降世，天佑大渊！小小，你真的来了？我来看看你们把我的钢铁影兽搞成什么样了。顺便，我还给李尚书带了点真正的大礼。都起来吧！上神降临，乃我大渊万世之幸。今日起，太庙周边百里皆为禁地。小小，这叫汉地玄武车。他在北蛮战场上跑起来时，那些战马全吓软了。他们还以为这是大渊召出来的石铁妖兽。这可比我的拖拉机威武多了。北辰，这半年辛苦你了。为了你，为了大渊，觉得值得。这哪还是封建军营，这都快成现代工业园了。小小，你快看，这是我们刚试出来的蒸汽机核心部件——活塞。我们照书中所言，用硬木做模具，反复浇铸，终于磨出了合格活塞。只要装上它，蒸汽机便能自主运作，再也不用人力摇那破把手了。陛下，上神，大喜事！皇庄送来的加急奏报。此乃仙种之王。这哪是仙种之王，这叫高产脱红薯。1亩地要是种好了，保守估计能产4000斤。4000斤，小小，你确定不是400斤？翻10倍，4000斤。如果大渊推广它，不出3年，整个北境甚至全天下将再无饥饿。再无饥饿，再无饥饿啊！小小，朕这大渊天下，这千万黎民，皆是你一人所救。若这天下有神，那神的名字必定是你。北辰，推广工业和红薯，光有热血不够。这是大渊5年经济发展规划蓝图，还有全民寄户教育改革建议书。从今天起，别只想着打仗。大渊若想真正强大，需要学校，需要知识。好，小小，你要这大渊变成什么样，朕就为你造出一个什么样。这就是红薯。别光看着，这玩意儿耐旱，但不代表随便种。我带来的土豆红薯高产栽培技术品你看了吗？别告诉我你又光看画面不记笔记。朕确实看了，只是书上写肥料配比要氮、磷、钾，大将们把太医院药草翻遍了，也没找到这3种仙药。我给你的化肥是现代工业品，你要是在大渊能找到，那我直接原地飞升了。我是让你找草木灰、人畜粪便发酵，还有骨粉，这叫有机肥。不好，钢铁巨兽罢工了！陛下，上神，这神兽它不喝柴油了，刚才还好好的，突然喷了一股黑气，就再也摇不动了。这不是罢工，这是消化不良。消化不良？你们给它加的柴油是不是掺了水，或者在露天大铁桶里放久了进灰了？这是高精度现代柴油机，对油品要求很高。你们这么存油，直接堵了喷油嘴。朕本想建个大油库，但不知如何防烧防灰。别急，这正是为什么要教你们物理和化学。所有工匠集合，今天不炼铁，也不种田，全体上课。这是气缸，这是活塞，这就好比你们拉风箱，风箱漏气了，火能旺吗？那马动机制部门风不旺吗？发动机进不去干净油，它也跑不动。大旱3年，赤地千里，朕愧对列祖列宗，愧对天下苍生。大渊的万里江山，难道要葬送在朕的手里吗？陛下，
北方五洲，赤地千里呀！臣昨日查验渭水，水位已经下降2丈，河床都露出来了。黄庄仙种虽比麦子耐旱，可若再有10日无雨，也会尽数枯死。钦天宴怎么说？钦天琛说星象紊乱，太白犯主，荧墨守心，此乃上古大妖汉敌出世之兆，恐怕北方还有2个月无雨。荒谬一派胡言！什么旱魃出世，什么荧墨守心，朕不信这些怪力乱神。若钦天监只会求神拜佛，妖言惑众，朕今日就摘了赵廷的脑袋。小小，你们那个世界可曾遇到过这等大旱？你们那里的人有办法让这天下雨吗？北辰，你先别急，在我的世界确实有人工降雨技术，可以用飞机或火箭弹把催化剂打进云层。但是人工降雨有前提，天空里必须有足够厚的云层和水汽。现在外面万里无云，空气干得挤不出水汽，就算把最先进的增雨火箭搬来也没用。天亡我大冤，天亡我大冤啊！李尚书，别急着哭丧。现代危业抗灾从来不是只求老天开眼，天不下雨，我们就去别的地方找水。求天不如求地。求地。渭水水位下降，老井干涸，只是地表浅层水枯竭，在这片土地下方，上百米甚至200米的岩层之下，可能藏着深层地下水脉。上神不可啊！100米深井，大元最老练的井匠也挖不下去。那么深的地方，就算有水，人力也提不上来啊！李尚书，谁说我们要用人力提水了？你们是不是忘了，我那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不知疲倦、力大无穷的钢铁巨兽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工业降维打击。大功率潜水泵，射长至少150米，10台得联系重型机械厂调货。水管按公里算，潜孔钻机还得找专业操作手，马克得去租赁公司高价租。柴油不够烧几天，必须引入太阳能，建立分布式光伏避震站。天哪，这是一笔天大的开销，现金流根本不够。小小，这是什么？这么重？北辰，你这是……小小，朕不能总让你用你那个世界的钱来填大渊的空窿。朕是皇帝，更是你的男人，拿着这些，去买你说的钢铁巨兽。若还不够，朕明日就把晒庙祭器、龙椅金帛全熔了。只要能救百姓，黄白之物算什么？行啦，我的金主爸爸，你有这份心就够了，千万别熔先皇祭器。这些黄金和宝石拿去现代拍卖，足够买下半个重型机器厂。钱的问题解决了，接下来是时间和速度。我需要3天，调设备、找线缆、雇机械操作手、签保密协议，全都需要时间。你需要朕做什么？我会在渭水水挑黄庄，明早让李正带工部所有人把长安能动的劳力都发动起来。水抽上来后需要巨型缓冲池，不然水流太急会直接冲毁农田。好，朕明日亲自监工，3日之内用手刨也把蓄水池挖出来。乖乖等我回来，太庙必须封锁，别让任何人靠近光门。重型机械穿越会产生空间震荡，普通人靠近很危险。朕在亥庙门外提剑为你守关，早去早回。若在你那个世界遇到危险，立刻退回来。朕宁可大约今年颗粒无收，也绝不要你伤到一根头发，明白吗？傻瓜，现代社会可是治安社会，买个水泵能有什么危险？
陛下这是中了什么邪术？难道真要挖坑祭天？闭嘴！此乃上神临走传下的抗旱大阵，你们只会动嘴，快去搬砖运土！都没吃饱饭吗？3天内12个碎水池和引水局建不好，全都发配岭南。马克，动作快点，注意通道承重极限。1号履带车，全速前进。终于等到了。物资安全抵达。终于都到齐了。小小，别抱了，快勒死我了！快叫你的人卸货，这些都是大渊的救命稻草。我把华东地区能调动的现货全包圆了，还把马克的安保小队雇来当驾驶员。启动。李尚书，让禁军把蓝色光伏板搬过来，全部按45度角朝南固定，小心背面线缆接口，别弄断阵列串联线。小小，这些太阳能板，当真能把这恶毒日光变成驱动钢铁巨兽的伟力？这叫光电效应，是能量转化。阳光越毒，旱情越重，它发出的电就越多。北辰，我们要用老天爷降下的灾，反哺这片干涸土地。老天爷想渴死我们，我们就借天之火，燃地之水。用老天爷的灾，反哺土地。有期如此，大渊何愁不兴？别贫嘴了，地下水脉岩层已经打通，准备下潜水泵。今晚我要让这片干涸土地重新喝上水。那黑管子里真的能出水吗？那么深的地下，那是黄泉，除了上天降雨，谁能把水拽出来？马克，清场，所有人员退后10丈，离开出水口和戏水池边缘。一定要成功！开！水，是水，清澈见底的活水啊！这便是希望。成功了！
你听到了吗，小小？他们在为你欢呼，在为你落泪。你不是龙王，你是朕的神明，大渊因你而生。这只是第一步，北辰。极端干旱往往只是灾难前奏，大旱之后，生态链断裂，会有更可怕的复生灾难。大渊的考验还没有真正结束。江州，有人！陛下，北方急报，天塌了啊！冀州、并州交界处发现漫天乌云，连绵数百里，所过之处寸草不留，是蝗灾。数以百亿计的飞环正顺着北风扑向长安，最多3日就到黄庄。钦天监有何对策？钦天监说，这是皇神降罪，唯有筑9丈法台，由陛下焚香祷告。还说，切不可兴兵杀生，否则灾祸会100倍反噬。放他娘的狗屁！虫子就是虫子，什么皇神？那只是植植目昆虫在极端环境下的群聚化变异。你们要是信老神棍的话，不敢杀虫，今年冬天就会有几百万人饿死。小规模蝗灾可以人工扑打和火烧，但100亿级虫群人力没用，我们必须用现代科技，对这群虫子实施彻底的降维打击。小小，你需要什么？只要保住大渊根基，朕全天下配合你。哪怕你要拆了皇宫，朕也不皱一下眉头。我要回现代一趟，我需要巨量现代化学除虫剂，还需要一支飞行军。他们想从天上飞来吃我们的粮，我们就在半空中把他们拦在长安城外。我要让这群虫子死在半道上。Boss， 风向平稳，蝗虫前飞距离拦截线还有3公里。所有机组全负荷预热。小小，这些无人机真的能挡住那片虫群吗？北辰，看好了，这不是小飞鸟，这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空中力量。高度锁定200米，雾化喷头全开，交战！杀得好！什么皇神，在上神钢铁法宝面前，全都是虫子！这就是现代的力量。上神，老臣敬您一杯。您救了红薯田，也救了老臣这条命。从今往后，老臣这条命就是上神的。李尚书，快起来！大过节的，别说什么死不死的。小小，朕想谢谢你。谢我又帮你败家，这次买无人机的钱都够我在1线大城市买套房了。朕谢你，是因为你没有放弃。你熬夜画图，亲自调机器，累到在沙发上睡着，朕都看见了。
行了行了，别煽情，黄金宝石还没变现呢。回现代卖了钱，咱们一人一半。一人一半？朕可不记得什么时候和你拜过把子。陛下，北蛮人打过来了！你说什么？北蛮怎么可能还有力气南侵？北蛮大单于阿古烈召集漠北36部最后精锐，号称10万铁骑，他们绕过雁门关，从死亡沙海穿过来了。死亡沙海，那片沙漠方圆800里，连骆驼都走不出去。他们死了很多人，可阿古烈不在乎，他用死亡和恐惧把36部拧成了一股绳。他说攻破长安后，粮食、财宝全归北蛮，他还要陛下的人头和上神法宝。好一个阿古烈！既然自己找死，朕今日就成全他。全军1级战备，打开武库，分发兵器，1个时辰内北门校场集结。北蛮10万铁骑，现在离长安还有多远？最迟后天清晨就到长安城下。给我1天，明天这个时候我要回现代一趟。3万古代步兵正面硬刚10万游牧骑兵，那就是送死。朕知道，但朕是大渊皇帝，哪怕胜算只有1成，也要打。谁说让你去死了？我要回现代搬救兵。冷兵器时代，骑兵可怕，但遇到现代火力，那就是另一回事。小小，这些东西在你的世界，绝不是能随便弄到的。若你因此犯险，少废话，就说要不要？要，朕要。小小，小心，朕在这里，等你回来。马克，少废话，我需要一批特殊装备，数量不小，必须尽快送到。Boss， 您认真的？我朋友有麻烦，10万骑兵后天就会冲他家，你说我能不能不管？10万骑兵 ，Boss， 您这是在拍电影吗？钱不是问题，我用实物交易，你只管联系。Boss， 您真是个疯子，但我喜欢疯子。给我时间，我来联系。王总，我需要一批军用级防护装备和夜间作战设备，数量不少，时间很紧。我这是在干嘛？我一个小麦高，现在居然在筹备一场战争。朕在这里，等你回来。管他呢，死就死吧。收到。护驾！护驾！都别动，这是上神的仙家法宝。怎么样，帅不帅？本小姐现在可正经的军火女王了。你吓死朕了！你走了20个小时，朕就在太庙门口站了20个小时，朕以为你回不来了。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快松开，我还有正事要说。北辰，这是我的安保队长马克，他打过很多仗，这一次会带人帮我们。你见过真正的战场？见过很多，陛下放心，我知道战场是什么地方。你若能帮朕守住大渊，便是朕的兄弟。战后，朕重重有赏。陛下客气，我拿钱办事。Boss 付了我3倍薪水，我现在听他的。别废话了，时间紧迫。马克，带你的人分发装备。北辰，把最精锐的禁军调来，我要亲自教他们怎么用这些家伙。此乃仙家法宝，怎这般沉重？我知道你们以前打仗靠刀剑长矛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要学会用这些现代铁器保命。
所有人捂住耳朵，看清楚，他的威力只演示一次。上臣接位，战无不胜。明天北蛮就要到了，现在不是磕头的时候，你们要做的是尽快熟悉这些装备，学会听指令、守阵位，互相掩护。迎北辰。陛下，怎么不休息？明天就要打仗，你该养足精神。你不也没睡？怎么样？还紧张吗？朕10岁起就开始打仗，见过太多战场。朕从来不怕打仗，但这次，朕害怕了。害怕什么？害怕你受伤。你不属于这里，你该回到那个安全、和平、繁华的世界。所以你是在赶我走？不是，朕是在求你。明日开战后，留在皇宫，不要去前线。我不。这些装备是我带来的，怎么配合，什么时候用，我最清楚。你不让我去，我现在就走。罢了，你想来就来吧，但朕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保护好自己。若战局不利，你立刻撤回太庙，回到你的世界。朕宁可丢了大渊，也不能丢了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北辰，等打完这一仗，我想带你去我的世界看看。朕可以去你的世界？当然可以，你又不是没去过。虽然上次被马桶吓了个半死，还把拉链链当绝世机关。那是朕初来乍到，若再去一次，朕定不会失态。那我可记住了，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拉钩上吊，这又是什么仙家法术？不是仙家法术。算了，等打完仗我再慢慢教你。骑兵方阵规模庞大，正全速逼近。Boss， 这场面比电影可怕多了。别慌，按计划来，所有阵地确认状态。所有单位注意，敌骑接近，听我命令，不得擅动。北辰，你紧张吗？不紧张，朕相信你。开火！那是什么妖法？呀！支援阵地，开火！停止追击，清理战场。赢了，我们这就赢了！大渊万岁！陛下万岁！上神万岁！结束了，终于结束了。不，还没有。他们想绕到西门，那边守军薄弱。马克，调2组机动火力去西门，快！禁军第1营，跟朕来。等等，你疯了！现在赶过去太危险。西门破了，长安就破了，朕不能退。这个疯子，马克，带人跟我走。
大渊的软蛋们，爷爷来啦！放箭！皇帝的脑袋是我的！来吧。幸好赶上了你这个人，怎么就这么爱拿命硬扛？小小，你又救了朕一命。少废话，赶紧回去主持大局。当皇帝的跑来单挑，像什么话？这阵仗也太大了吧！万岁！上神救命之恩，臣等没齿难忘。行了行了，都起来吧，我真不是什么神仙。不行了，我得去睡了。怎么回事？时空门要关闭了，这是能量耗尽的前兆。那你怎么回去？不行，进不去了，通道已经不稳定，强行穿越会出事。我回不去了，至少暂时回不去了。对不起，是朕害了你。别哭了，我又没怪你。老天爷都帮我做决定了，不回就不回呗。这里也不错，有皇帝男朋友。不过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，以后不许再叫我上神，叫我的名字叫小小。再叫上神，我就偷你龙袍，让你光着膀子上朝。扫描二维码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难道还有隐藏任务？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？